对不起主任，我不该把你夹在地里，对不起。马上要进行 PK 的2位演员是艾斯和小帕。艾斯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啊，他说他这个人特别怕尴尬，所以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热烈的掌声减少人家的尴尬，请艾斯上场来喽！艾斯来了，来自我们北大的阳光大男孩，也是我们在读大学生代表队中的一员。对。大家好，我是艾斯。谢谢大家。我是一个学生，然后平常生活里确实比较害怕尴尬，有很多尴尬的事情，过了很久也会记忆犹新。我人生里最尴尬的就是我的初中。入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变得外向，为了鼓励学生展示自己，我们有一个制度叫我展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学校，所有的学生，你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是不需要举手的，就你直接站起来，然后说我展示。不止这一条，如果你在别人展示的过程中觉得有问题你就站起来说我质疑。你觉得他质疑的还不够，你就站起来说我补充。我开学那天听完这个制度，我脑子里就3个字，我说我转学。就这也太尴尬了吧，尤其是这个我展示，你说我回答都行啊，我展示，我感觉我是一个孔雀。然后老师说，同学们，我们就按这个我展示来试一下，大家回答一下问题啊，全班5分钟鸦雀无声。5分钟之后，你才听到一声我展示，是我们班学习委员站起来了，他也是站起来之后才成了学习委员。很快，周围同学陆陆续续都开始展示了，这搞得我开始有点焦虑了。我说我展不展示啊？就感觉是一个抉择的时刻，你要么成为这个班级里的大多数，但你就不再是人类里的大多数。我纠结半天，我咬咬牙，我说我展示。我站起来才发现这题我不会，很难适应。我特别羡慕我同桌，他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表达方式，他甚至都有点融会贯通了。有一天我们老师在黑板上布置作业，我同桌站起来，我反对。他是真厉害。后来基本全班都适应了这个制度反而是很多新入职的老师适应不了。你想，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上自己的第1堂课问自己的第1个问题同学们，杜甫是哪一个朝代的呀？你正常的时候大家又一起唐朝，我们班50多个人拍案而起，我展示。给老师吓得书都掉地上了。咱班这是兵变了吗？老教师就不一样，会提前给我们打招呼下节课有领导来听课，你们得好好展示意思是下节课他不管问啥，你全班都得站起来说我展示就这节课上完，你领导基本就聋了。我们也很辛苦一节课45分钟，蹲起了50多次。而且每次全班站起来，只有1个人可以回答问题。我经常一节课展示半天，1个问题没回答上，我白展示1堂课，白展堂我是。长大后和朋友聊天也很难融入他们吐槽说这个小时候的动画片也太尴尬了吧，里面的人动不动就大声喊出自己的招式名。我就说还好吧，有那么尴尬吗？奥特曼他也没有跳出来说什么我攻击，这也太吓人了对面小怪兽看到都懵了，互相讨论他为什么要说我攻击我母鸡我们校长他显然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我们那儿只有我们这一所初中实行了这个制度，我们毕业是要上高中的呀。你上高中根本适应不了。我上高中第1天我就告诉自己，我说艾斯，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校，你可不能展示你得举手。但朋友们，你养成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我展示了3年。那根本不是我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我就能解决的，你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本能。我开学第3天就展示了。老师问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同学们，借问9加合缀偶的下一句是什么？我条件反射，我展示。全班同学鸦雀无声。我感觉我这辈子到头了，我现在死这儿得了。
借问酒家何处有，艾斯展示杏花村。你就感觉那个时间暂停了5秒，5秒后全班哄堂大笑，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炸场。只有我同桌没笑，他看向我的眼神有一点恐惧。我瞎跟他解释，我说我也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我过去3年每天都这样。我觉得当时啊，高一是我这个16岁人生最尴尬的瞬间了，你不可能有比这还尴尬的时候了。直到2周后，我又展示了一次，全班又是哄堂大笑。那个瞬间，我就知道我的高中生活完蛋了，啊，就你不可能有什么这个变化了，你也不可能改变同学们对你的看法了。我就算之后考了这个全校第1啊，照片被贴在公告栏里面，你路过同学看到了也只会说：“哟，展示哥。”唯一能让我稍微平衡一点的，就是隔壁班有一个展示姐，我初中同学，啊，我们每次见面都会互相关心对方。哎，你最近展示了吗？你仔细一想，初中同学毕业之后散落到各个高中啊，都会成为各自的展示哥、展示姐。我们真的是聚是一团火，展示满天歌。这个段子比较洗脑嘛，之前在线下演，有一次在一个地铁站被一个观众朋友认出来了，他说：“艾斯，我特别喜欢你，我展示这个段子，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我还挺高兴的，我说好啊，我就感觉他终于是一个快乐而不是尴尬的事情了。然后观众朋友说：“艾斯，我们能不能拍一张 live 图？我们边拍边说我展示。”我说在地铁上展示了，感谢谢谢大家。马上，艾斯的锁票倒计时开始。好的，再次感谢艾斯的表演。艾斯，你现在的身份是？现在是在北大读研。哦，是什么专业啊？计算机吧，相关软件工程。研几？明年毕业应该是。啊，明年毕业。所以你和小鱼，你们？对，我们是一个社团的。哎，你发表意见的时候，你给自己说，我后面加一个动词。我就后边就是，如果说我要说惯了我展示，我肯定会变这个音，说我暂时先不说话了。我本来应该梗是这个，就把那个改一下，这个音调就应该也行哈，自救一下啊。你是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拍的灯？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的可爱，不知道为什么，就他说话那个语调，我特爱听，感觉特像同学跟你聊天那种，对，非常喜欢。而且这种站起来就是回答问题这种经历都有过。罗老师，您要展示些什么？我质疑。我接受。就是你上的是什么学校？那个初中？正常的一所初中，而且其实不止我们学校，各地很多学校都在实行这个制度。我很理解这个东西，虽然你是个儿童，你是个少年，但你也有你的尊严啊。所以学校有时候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规定，有的时候它其实本质是一个挺恶劣的一个服从性测试。是。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还挺难过，但是我很替你高兴，就是说你心理上克服了这个。我成年以后，我其实不愿意谈这个的，你有勇气把它写成作品，真的非常非常好。我补充啊，我拍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就是听的过程很有趣。当然我认同罗老师刚才讲的，而且特别上头。他特别上头，我预感到我今后这几天我会经常重复这个我展示这个句式，所以它的可怕就在于此。然后就你可以解读出很多，就是刚才罗老师讲的，就是那种一个制度或者一个要求对人的异化，所以他其实你笑完之后，像他讲这样，你会心里面其实挺酸楚的。所以我其实很高兴看到他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来对抗自己童年曾经有过一些不太愉快的记忆，所以我会拍灯，因为我听的过程，我觉得就是很上头。展示完毕。谢谢老师。艾斯在休息区稍作等候。哎，艾斯，你这是用的啥呀？川哥，这是美团闪购，我们年轻人的购物方式。我作为资深年轻人，我咋不知道？那可能是你年轻的不是时候。来，给我看看，我展示。打开美团，点闪购，30分钟好货到手。那我提问，美团闪购只是快吗？当然不止，我再展示。美团闪购品类丰富，好货多多，我展示。
哥，你干嘛？我学习，我服气，我拿走。我不学。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朋友是一位来自新疆的新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小帕，但是他的自我介绍专门写的是“我不怕”，让我们欢迎不怕的小帕。太帅了，太漂亮了，哇！哎，谢谢，啊，谢谢大家，我是小帕，我来自新疆，新疆的城市你们知道哪里？随便说。乌鲁木齐、伊犁、库尔，你们说的都是些大城市，很好的地方。我来自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叫做阿克苏。苹果。对，出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在外面见过阿克苏人，仿佛阿克苏没有人，全是苹果。我是一个维吾尔族，我们家人非常传统。我奶奶从小就跟我说，你长大了只能跟我们这儿的人结婚，不然的话，你就会把我们往上70代祖宗和往下70代儿孙全都拉进地狱，太吓人了，朋友们！往上70代，往下70代，没我。不同地方的人不能在一起，这个观点在我看来非常的狭，因为在我看来，可能全世界也就只有2种情况是不太方便在一起的吧。第一种情况，关系太近，近亲结婚肯定不行，对吧？第二种情况，关系太远，生殖隔离。对，我每次讲这个段子都会有部分观众处在一种什么隔离？他刚说什么牌子的隔离？虽然我对婚姻的态度非常的包容，但我长这么大都没结过婚，因为我们家的婚都被我爸结完了。啊，对，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他大概有6、7段婚姻，这是我知道的。我不知道。放假回家，家里有一个陌生的女人，我知道她是谁，我想表现的友好一点，但是太紧张了，人一紧张说话就会很尴尬。我一张嘴，你是新来的妈妈吧？在家尴尬，出门也很尴尬。还记得我来自哪里吗？阿克苏。苹果比人多的小地方，就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我爸结过几次婚，谈过几段恋爱。我跟他一块儿出门，他要是拉着我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掉头了，我就知道 OK， 碰到前妻了。然后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跟我说滚远点，我就知道 OK， 碰到未来可期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越来越好奇，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嫁给我爸？我太好奇了，我甚至问出来了，我说六妈，你为什么会跟我爸结婚？因为我爸脾气臭，爱喝酒，不干家务，家暴，赌博。他把我打断了，说孩子，我知道你爸有很多问题，但未来他肯定会更成熟的吧。那年我爸52岁，52岁还没有熟，我怀疑我爸是一颗猕猴桃，因为那个东西我什么时候买它都是生的，买完放在家里，它的状态就是生的，再一看烂了。哇！我们家所有人都很包容我爸，一直都跟我说，你爸还年轻，过2年就好了。他过2年就走了。跟我爸相反的是我不光是早熟的，我是被催熟的。家里人从小就跟我说，你不小了，你得懂事儿。那我先走。可能就是因为我爸所谓的不成熟吧，他会同时跟几位女性纠缠不清。我从小也见过那种画面，就我2个妈打起来了，他们在那互相抓，2个妈互相抓，那个场面就特别抓妈。我现在是开玩笑跟你们把这个事儿说出来的，但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阴影有多大吗？我今年33岁了，依旧见不得那种楼下2个老太太抢矿泉水瓶子的场景。我会应激，朋友们，我只要一看到就是完了，哦，又是2个女人抢1个垃圾。我很好奇为什么我爸能结这么多次婚，我太好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好聪明，他能把一件利己的事说成是利他的。我问过他，我说你都失败了这么多回，你为什么还要结婚？他说我这不主要是为了给你找个妈妈。他想搞对象，他拿我当借口，我都怀疑他跟别人搞对象的时候说的是不是要不要上去坐一会儿，我女儿会翻跟头。
如果他结婚真的只是为了给我找一个妈的话，不应该稍微参考一下我的想法吗？不，我跟这位母亲婚前都没见过，凭什么？他自由恋爱，我包办母女。再说了，为啥一定要给我找个妈？我很早就独立了呀。我爸他那个话术又来了，他说：“哎呀，我这不是为了给你生个弟弟吗？对吧？等你以后嫁人了，你老公打你的时候，你弟弟可以保护你。”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朋友们，这个世界上不一定会有男人爱我，但是一定会有男人打我。但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讲的话，对我那个没有出生的弟弟是不公平的，你们不觉得吗？他如果生来就是为了保护我，那他没有自己的人生要过，没有自己的理想要实现啊？他没有自己的老婆要打吗？谢谢。爸的逻辑很奇怪，他等着我嫁人，他一边等着别人把女儿嫁到自己家，一边等着把自己家的女儿嫁到别人家，等价交换。最早的一般等价物是羊，我就感觉自己像那个羊，从一个家到另外一个家，但后来发现自己想多了，羊到了别人家，当羊就可以了，不用当牛做马。我爸一直没有儿子，他求而不得，急得和不同的女人生下了不同的女儿。那一刻我发现我爸可能也没有那么聪明，因为他都已经用上控制变量法了，为什么还没有发现问题在哪儿？我小学2年级就知道0乘以任何数，它都等于0。我爸虽然没有儿子，但是他对男孩的那种包容和偏爱已经到了一种魔怔的地步。他会因为对方是个男孩就包容他的一切过错，犯了什么错都包容，就硬包容。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整个社会都是我爹。小时候就是真的小小的一点点，我被男孩欺负了，我就回家跟我爸告状，我说爸他揪我辫子，我爸呀小男孩嘛，我说爸他随地尿尿，我爸呀小男孩嘛，我说爸美国往广岛生了一颗原子弹，我爸呀小男孩嘛。谢谢大家，我是小帕，谢谢。完美高票，小帕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帕。小帕为什么在这个舞台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选择这个题目？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在这个舞台上待多久，所以我想就是第一篇就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太牛了啊！小帕是我在这个舞台上历年全部算下来看过最酷的一个选手。谢谢。对，还有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不管男生女生，就是原生家庭有那种稀奇古怪问题的，我们见过无数次，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像你这么完全举重若轻的把它讲了，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疑惑，就是说第一，如果这件事在你成长过程中没有造成真正对你的伤害和困扰，以至于你能这么坦然的处理，那你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如果这件事给你造成了困扰，你仍然能这么云淡风轻的把它当笑话讲出来，那是更了不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结论只能指向了不起和更了不起，非常好。谢谢。我真的是被他震撼到了。我到后来就是内心一边其实觉得很过瘾、很好笑，但同时内心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愤怒。我的愤怒不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些，就是他让我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状态里面，我在愤怒他跟我讲述的那个状态。我本身是一个其实挺 peace love 那种特别淡定的那种人，所以我很少能感受到这种状态。我特别谢谢小帕让我第一次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感觉。谢谢鲁豫老师，谢谢。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脱口秀这个东西能够帮你说出这些东西？还是我会收到一些私信，或者有一些人过来跟我说，小帕，其实我也有同感，或者说我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就是你让我知道，就是哪怕经历了这些，我们依旧可以就是有力量的活下去。谢谢。我有点，你是说被震撼到了，或者我被惊到了？我甚至觉得，今年的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究竟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拓宽在了哪里？
我们能说的话题，能表达的态度在哪里？我觉得好像更宽了。对，我觉得它是一种未知的。是的，是的，谢谢春春。让我们请艾斯回到台中。既然是 PK 嘛，总要看一下分数。先来看一下谢小传，小帕40，艾斯20。在全场观众投票结束之后，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得票数是。演示过程中有10几秒，我大概是空白的状态，脑子我在哪，我在干啥呢？感觉比我想象中好，因为我想象中可能是我忘词儿了，或者节奏彻底乱掉，但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所以今天还行。恭喜小帕280票的高票。漂亮！恭喜小帕进入到晋级区。来，艾斯暂时进入待定区。在小帕演完了之后，我能感受到一个家庭如此破碎的人带给他一个如此坚强的内心，在台上如此有力量，因为他的眼神是有一种狠劲儿，那种狠劲儿是我对我这段原生家庭对我父亲带给我这样的伤痛，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因为愤怒憋了一口气出不来，我感觉只有我讲完了，我心里那个恨才能发散出来吧。它带给我的很多伤害，一直到现在都如影随形，我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治愈一些问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越想逃离它，但我身上就出现了越来越多像它的地方，然后转而就开始恨自己。其实小帕并没有跟过去完成所谓的和解，他其实还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每一天有些时候在人间，有些时候又在一个痛苦的境地当中，所以这还是在一个天人交战的日复一日的过程当中吧，所以这是我会很心疼他们的一点。